大家好，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阿拉撒偏偏。上周五，随着第9集的播出，漫威迷你剧《旺达幻视》正式落下帷幕。想必有部分观众已经看完了最后一集，都和我一样，沉浸在巨大的悲伤中缓不过劲儿来。所以我决定化悲伤为动力，把《旺达幻视》的下期干出来。不能光我一个人哭，大家一起哭才有气氛。上回我们说到，复联4终局之战后，旺达难以承受痛失爱侣的悲伤，在西井镇拉起6边形屏障，在屏障里复活了幻视，拉着西井镇4000居民一起过家家，共演一出名叫《旺达幻视》的情景喜剧，甚至生下了2个孩子汤米和比利。这一异常现象惊动了负责解决星际纠纷的天剑局，局长大聪明亲自带队，紧挨着6边形区域建立起临时基地。经过一番骚操作，大聪明非但没有解决问题，还险些造成武力冲突。另一边，幻视也察觉到屏障内的异常，疑惑和无力感化作怒火，怒火转为争吵。正在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正是旺达那个早已牺牲的哥哥快银。有了这位从天而降的熊舅舅，旺达的家里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和原著漫画的剧情一样，穿绿衣服的汤米继承了快银的超级速度，而穿红衣服的比利则拥有来自旺达的魔力。这时候有人要发问了，那幻视的能力呢？穿墙、硬化、射激光，俩熊孩子一点没遗传到吗？这就得结合漫画内容给大家说道了。原著漫画里，旺达极度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孩子，但幻视是震惊打造的机器人，别说是生孩子，连 DNA 都没有。本着有困难要生，没困难制造困难也要生的大卫精神，旺达抢走了恶魔墨菲斯托的2个灵魂碎片，用混的魔法创造了汤米和比利这对双胞胎。也就是说，孩子和幻视没半毛钱关系，纯属喜当爹。这身衣服的颜色属实没选错，幻视穿成这副鬼样子，肯定不是为了逗旺达开心，而是庆祝1年1度的万圣节。是的，屏障内部的体感时间已经失去了参考价值。第1季还是8月23日，现在已经到了11月1日。旺达和幻视的 cos 服都是2人在漫画里的早期造型。众所周知，万圣节是熊孩子的狂欢，兴许是为了打消幻视的疑虑，西井镇上突然涌现出一大群熊孩子。这种刻意的改变反而让西井镇变得更加可疑了。幻视作为邻里督察会的督察员，要四处巡查，维护西井镇的治安，带孩子的重任就交到了旺达和快银头上。看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哥哥，旺达百思不得其解。明明快银已经死在了复联2奥创纪元，为啥会突然起死回生？又为啥变了个样？可旺达用各种方法试探快银，也看不出任何破绽。快银也很好奇，为啥自己突然就活过来了？旺达是怎么做到将整个西井镇变成楚门的世界的？另一边，幻视谎称要外出巡逻，其实是为了甩开旺达。只要旺达在旁边，就能随时修正他的记忆，那他就永远无法揭开西井镇的真相。幻视独自走向小镇边缘，四周的景色越走越荒。幻视的心里也越来越慌，因为他发现，随着他离镇中心越来越远，遇见的居民也从神情自然到只能重复机械动作，甚至直接静止，对外界刺激毫无反应，比幻视更像机器人。幻视飞上高空，发现只有镇中心灯火通明，越往边缘就越是死寂。其实这也很好解释，旺达就像是一台预测能力有限的电脑，原本维持西井镇的正常运转就已经有些捉襟见肘，今天又强行加入了大量孩子，需要处理的数据翻倍，再加上这几天的情绪不稳，分分钟就要超载宕机。旺达战略放弃边缘地区，将有限的精力集中在小镇中心。幻视还在小镇边缘碰见了女邻居艾格尼斯，他用超能力暂时唤醒了艾格尼斯的自我意识。艾格尼斯看着幻视一脸蒙圈，你不是死了吗？幻视从艾格尼斯口中得知，原来他来到西井镇之前是复仇者联盟的一员，而且在瓦坎达守卫战中已经被灭霸杀害了。这下一切都真相大白，幻视鼓起勇气，决定冲出屏障。花开2朵，各表一枝。经过上期和旺达的正面冲突，准确的说是被旺达单方面的碾压后，天剑局局长大聪明决定杀死旺达，为这场闹剧画上句号。天剑局里还是有明白人的，眼看着这位小老弟要把路走窄，小黑急了，打不打得过还两说，就算你能杀掉旺达，可旺达手里有4000枚人质，没人知道旺达死了，西井镇会发生什么？解铃还须系铃人，想要解决危机，必须留旺达活口。可小黑这番理性发言，在大聪明眼里就是在为超能力者开脱。他以妨碍行动为由，下令将小黑、探员老吴和科学家黛西一并赶出基地。但小黑他们又怎么可能坐以待毙呢？小黑看出大聪明故意找借口将他们赶走，背后肯定有所隐瞒，再人换上天剑局制服，悄悄潜入了基地。按照国际惯例，主角团里肯定有个黑客高手。果不其然，在黛西面前，天剑局的防火墙那就跟村头的公共厕所一样，说进就进。进来一看，还有意外收获。原来大聪明早就知道如何观察6边形屏障的内部，并监视着里面所有人的一举一动，还通过追踪震惊的衰微信号，追踪着幻视的位置。那么问题又来了，明明大聪明认为一切都是旺达搞的鬼，但他为啥要追踪幻视呢？咱们暂且按下不表。黛西攻破防火墙的时候，小黑也没闲着，他决定再次穿越屏障。黛西之前说过，想要穿越屏障，必须要准备满载各种稀有金属、重达1万磅的特殊工具。小黑通过母亲在天眼局留下的人脉，做好了充足准备。双方约好1小时后在屏障边缘会合。
但小黑的血液化验结果不容乐观，连续2次穿越屏障，使他的细胞发生变异。要是再穿1次，没准就要当成领便当。可小黑心意已决，一定要救旺达摆脱困境。3人兵分2路，小黑和老吴前往约定地点，黛西的独自留下，攻击最后一层防火墙。大聪明把他藏得那么深，墙里的东西一定非同小可。等他拿到这件东西，再去和小黑他们会合。可没想到，小黑他们刚走就出大事了。黛西发现幻视的信号离屏障越来越近，天剑局如临大敌，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正好目睹了幻视撕裂屏障的一幕。可幻视刚离开屏障，身体就开始不停瓦解，无形中有一股吸力，试图将他拉回屏障。面对幻视的求救，天剑局却视而不见，放任他渐渐消亡。与此同时，比利感觉到父亲正身处险境，赶紧找妈妈求救。得知丈夫命悬一线，旺达终于出手了。一道红光过后，旺达醒了。经历了昨晚的变故，他现在只想一个人静静。就在刚才，这台熊孩子的手柄从 Wiimote 变成了任天堂的 GameCube，又变为雅达利2600控制器，最后定格为友谊粉碎机 Uno。根据牛奶和尚的寻踪启事和广播里关于儿童失踪的新闻，不难猜到旺达为了减轻压力，又把熊孩子们变没了。和熊孩子们一起消失的还有聒噪的快银。汤米和比利询问起舅舅的去向，没想到旺达却坚称那个人不是他们的舅舅。孩子们一脸蒙圈，那他是谁？旺达更是蒙圈他妈给蒙圈开门，蒙圈到家了。他也不知道那人是谁，可能是 X 战警走错片场了吧。旺达的精神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所幸西井镇年度好邻居艾格尼斯再次赶到，他似乎看出了旺达精神不佳，于是主动邀请孩子们去他家里做客，还旺达一份清静。但情况并没有随着孩子们的离开有所好转，不光是鱿鱼手柄，小到一瓶牛奶，大到家具装修，全都不受旺达掌控，在不同年代和款式之间反复横跳。即便旺达使用魔法将他们复原，下一秒就再次崩溃。随着屏障的扩张，旺达已经渐渐失去了对西井镇的控制。这里补充一下，这几集情景喜剧的风格依然在进化，先后致敬了2000年播出的《马尔科姆的一家》，以及2009年播出的《摩登家庭》。前者由《绝命毒师》中的老白领衔主演，后者是平平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部情景喜剧。该剧采用伪纪录片的方式，角色时不时就会打破第4面墙和观众对话。而在《旺达幻视》里还做了升级。至于为啥没有致敬90年代最经典的《老友记》，我认为是因为《旺达幻视》侧重为家庭而非友情，马尔科姆的一家确实比《老友记》更合适。回归正题，这时候有人要问了，幻视哪去了？不会又死了吧？别急，幻视醒了，发现自己正完好无损的趴在了天界马戏团的地面上，他一眼就认出了人群中的黛西。昨晚幻视即将崩溃的时候，黛西是唯一一个想对他伸出援手的人。幻视唤醒了黛西的自我意识，两人开走了马戏团唯一的房车，向着旺达的家疾驰而去。幻视认为是旺达故意使坏，不让他顺利回家。他已经从黛西口中得知了自己的生平事迹，以及他和旺达之间的情感纠葛，现在满脑子都是爱人，直接扔下黛西原地升空。一方唱罢一方登场，经历了昨晚的屏障扩张，天剑局前线基地遭受重创，弹步后撤整整8公里，生怕旺达更年期提前，让天剑局就地改行马戏团。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但这句话显然对大聪明并不适用。连续2次受挫，大聪明居然越战越勇，决定今天就对屏障发起进攻。另一边，小黑他们收到了黛西发来的绝密档案，黛西被拖进屏障前，攻破了天剑局最后一层防火墙，墙里是一份秘密档案。原来在西井镇发生的一切都是大聪明策划的阴谋。黛西认为，在拿到幻视的遗体后，大聪明就一直试图让幻视重新上线，借此研发出更多知性武器。可惜技术有限，始终摸不着门道。于是他故意让万达带走幻视的遗体，借旺达之手复活幻视。他一直跟踪幻视，就是为了伺机拿回这个人形兵器。天剑局并非大聪明一家独大，小黑母亲的嫡系部队为小黑准备了穿越屏障的必备工具，一辆满载各种稀有金属的空间探测器。无论黛西的理论是否正确，这辆探测器都是他们最后的希望。小黑全副武装，驾驶探测器冲向屏障，成败在此一举。眼看着希望破灭，小黑眼一瞪，心一横，不顾自身安危，竟然以肉身闯进屏障，强忍着细胞被改造的痛苦。小黑仿佛听见了母亲和惊奇队长的声音。小黑的细胞被再次修改，这回进入屏障的他没有改变装扮，也没有被洗脑，世界在他的眼中宛如光线构成的异界，未来被称为光谱的超级英雄诞生了。时间紧迫，小黑来不及体验超能力，就直奔旺达家。可旺达啥也听不进去，直接用拳头说话。殊不知现在的小黑已经不是当初任他揉捏的小黑了。小黑对旺达展开嘴炮攻势，劝说旺达撤销屏障。眼看着旺达即将动摇，你们猜谁出现了？没错，又是艾格尼斯。他突然出现，打断施法，还顺势把旺达带回了自己家。电视里播放着诡异的儿童节目，看着其中红蓝2色玩偶，旺达才突然察觉到气氛不对劲。桌上放着2块没吃完的三明治，但汤米和比利却消失不见了。艾格尼斯谎称孩子在地下室玩，诱导旺达自己走进圈套。地下室里别有洞天，窗户被同伴覆盖在岩石甬道，石柱和墙壁上雕刻着诡异的刻痕，依稀可见羊头恶魔的标记。
柜子里是一排排魔法素材，桌上还摆放了一本散发金光的古书，风格和奇波士里的魔法书有点像。种种迹象表明，艾格尼斯的真实身份是一名黑魔法师。看到旺达已经入套，艾格尼斯不装了，他摊牌了，他就是女巫阿加莎·哈克尼斯。如果说大聪明是这场闹剧的制片人，那么阿加莎就是半路入伙的导演兼编剧，是他一路推波助澜，将旺达推向崩溃的边缘。就连快银也是他从隔壁剧组借来的。但是阿加莎为啥要大费周章跑来陪旺达过家家呢？难道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恶趣味吗？当然不是，他来西井镇是为了研究旺达的魔法。几百年前，对强大魔力的渴望驱使阿加莎违背女巫规则，凭借出神入化的演技四处偷师学艺，甚至偷学了在他这个年纪完全不能驾驭的黑魔法。终于在1693年的某一天遭到了女巫团的审判。这要是哈利波特来一发阿瓦达啃大瓜，阿加莎当场就死球了。可惜这是漫威。阿加莎天赋异禀，非但没受到半点损伤，反而像修炼了北冥神功的段誉一样，吸走了女巫们的法力，反杀了女巫团领袖，夺走了象征着女巫地位的徽章。其实阿加莎的身份早在她第一次登场的时候就已经给出了明确暗示。为了符合剧中剧的年代和风格，阿加莎先后换了好几套衣服，除了一套用的服以外，她都在最显眼的地方佩戴了女巫团徽章。几天前，旺达构建屏障，将整个西井镇囊括其中，同时掌控着几千人的四维行动。巨大的法力波动引起了阿加莎的注意，于是他潜入西井镇，伪装成了旺达的邻居艾格尼斯，表面上陪他演戏，暗地里谋划着阴谋诡计。阿加莎苦心修炼几百年，也只能控制一些弱小的生灵。可旺达这个半路出家的三脚猫，霍格沃茨都没念过，连最基本的法术知识都不懂，却能同时操纵几千人，甚至改变他们的外形，这是何等惊人的天赋！阿加莎潜入西井镇，就是为了揭开旺达魔法的奥秘。旺达本不想坐以待毙，却发现无往不利的魔法居然使不出来了。原来阿加莎是先在墙壁上刻画了保护咒，不是 Expecto Patronum， 而是一旦在周围刻下这种保护咒以后，这里就只有施咒者才能使用法力，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旺达也体验了一把被魔法捆绑捕猎的滋味。严刑拷问无果，阿加莎决定施法回溯旺达的记忆，追寻他法力的根源。只见他拔了旺达一根头发作为施法素材，我们将追随旺达的脚步，见证绯红女巫的诞生。时间倒退回1999年的索科维亚，旺达和哥哥皮特罗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索科维亚当时正深陷战争的泥沼，一家人唯一的爱好就是聚在电视机前看父亲卖掉的美国情景喜剧。难怪西营镇的屏障内上演的都是情景喜剧，这大概代表着旺达生命中最美好的回忆。但你永远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2枚史塔克工业出品的导弹先后击中了旺达家，第1枚已经带走了旺达父母的性命，第2枚也随时可能爆炸。为了拯救自己和哥哥，旺达觉醒魔力，修改了史塔克工业产出残次品的概率，强行将它变成了一颗哑弹。史塔克工业的 logo 也随着恨意一起刻进了姐弟俩的 DNA。洛杉矶之战，复仇者联盟挫败了洛基的阴谋，他的权杖落在了九头蛇手里。九头蛇的斯特拉克男爵利用全身上的心灵宝石展开人体实验，试图量产听命于九头蛇的超级战士。旺达兄妹俩怀着改变世界的宏愿，自愿接受实验。原来旺达和幻视的缘分早已注定，心灵宝石增强了旺达的能力，让他能够隔空移物和操控思想。旺达正式进入烟熏妆精神小妹时期。号称纪元事件后，旺达卸妆加入复仇者，由幻视负责监视和照顾他。救命之恩加上性格互补，让爱情的种子在2人之间深埋。旺达和幻视在复仇者基地里拥有了第一个家，闲着也就闲着。旺达拉着幻视陪他看了不少美式情景剧。时间又来到瓦坎达守卫战，灭霸夺走了心灵宝石，也泯灭了幻视的生机。旺达也在一声响指后灰飞烟灭。直到终局之战，绿巨人用无限手套复活了被说灭的一半生灵，旺达也因此复活，还把另一个时间点的灭霸一顿暴打，但幻视却再也回不来了。战后，旺达得知幻视的遗体在天剑局，便孤身闯入天剑局实验室，可映入眼帘的却是被拆得稀碎的遗体。至于是谁告诉他幻视遗体的下落，我怀疑就是大聪明，为的就是借旺达之手复活幻视。旺达有点蒙圈，因为他原本并没有要复活幻视的念头。在旺达和幻视曲折的感情中，有一句话贯穿始终，那就是 I can feel you， 我感受到了你。第一次，旺达和幻视隐居苏格兰，危机步步逼近，旺达和幻视心中怀着对爱情和平静生活的憧憬。这具震惊制造的身体里已经感觉不到半点恋人的气息。旺达万念俱灰，离开天剑局，却突然发现副驾上放着一封信。他循着信封里的地址来到了西井镇，这里没有大城市的喧嚣，也没有战区连天炮火，只有边陲小镇的安静祥和。抵达目的地时，旺达愣住了，眼前是一片杂草丛生的宅基地，这里是幻视为他们准备的家，他们原本可以在这里终老。还记得上期旺达幻视的日历上8月23日的位置被人标上了一颗红心吗？那一天就是旺达搬进新家的日子。可如今旺达的心被幻视夺走了，今生或许不会再有欢喜。巨大的悲伤将旺达包裹，混沌魔法从身体里喷薄而出。
这是足以扭曲现实的力量，仿佛瞬间拔地而起，凡是被魔法冲刷过的地方，都变成了40年代情景剧里的模样。这就是西井镇的真相。旺达亲手构筑了一场美梦，自我封闭，不愿再次醒来。幻视也并不是从遗体中复活，而是被旺达从无到有的创造出来。经历了旺达的一生，阿加莎终于看穿了旺达魔法的真相。能创造出自行运转的万物的魔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混沌魔法。可能很多观众没注意到，这还是漫威电影宇宙第一次冒出绯红女巫这个词儿。之前旺达是没有外号的，第5集的时候，大聪明还吐槽过这事。那么问题又来了，面对足以扭曲现实的旺达，是什么给了大聪明勇气，胆敢挑战他呢？答案即将揭晓。天剑局忙活了半天，终于把幻视的残骸重新组装，还刷了一层白漆，然后以旺达才能在无人机上的魔力激活了。纯粹的人形兵器白幻视正式上线。屏障里的旺达还不知道危机步步逼近，正忙着应对眼前的强敌。阿加莎挟持旺达的孩子们被他束手就擒。这时候有人要问了，阿加莎是不是傻？旺达离开了第2世，不就能使用魔法了吗？没错，他就是想逼旺达使用魔法，这样他就能吸收旺达的魔力，为自己所用。旺达让孩子们躲起来，独自面对阿加莎。可旺达的攻击不光没有效果，反而被阿加莎吞噬。屋漏偏逢连夜下冰雹，白幻视突然出现在旺达身后。可怜旺达还以为眼前的杀人机器是自己失而复得的丈夫。眼看旺达就要被爆头，关键时刻呼气狂魔闪亮登场，夫妻连心，其利断金，2人分工明确。旺达要用魔法打败魔法，和阿加上演了一场红蓝大战。幻视和白幻视则上演了一出我做我自己，两人从天上打到地上，难分胜负。另一边，阿加莎道出了旺达能力的真相。上古之神撰写的黑暗神书中花了大量篇幅来记录绯红女巫的来龙去脉，足以证明她的强大。绯红女巫并非天生就具备法力，而是后天造就。她和现存的所有法师都不一样，不属于女巫集会，施法不需要念咒。她的法力甚至比真的法师更强，是天命之灭世者。隔壁的史传奇突然就打了个喷嚏，旺达也懵了，都什么年代了，还整封建迷信这一套。见旺达不信自己是灭世者，阿加莎干脆切断了旺达对西井镇居民的精神控制。试问，要是你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被人强行掳走，演了快1个月的情景喜剧，期间不能和家人团聚，不能与外界接触，甚至不能休息，你说你气不气？旺达顿时被谴责声包围，他也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造成了严重后果，于是发动魔力撕裂西井镇屏障，放居民们离开。看到这一幕，守在外边的大聪明乐坏了，立刻带队攻入屏障。随着屏障裂开，依靠屏障生存的幻视也裂开了，就连自古对波左边树的铁律都救了他。幻视被白幻视击败，身体就像上次跨越屏障时那样裂开了。汤米和比利感觉到母亲陷入危机，本想前来相助，可他们的身体也随着屏障碎裂，慢慢化作碎片。在西井镇居民和自己的家人之间，旺达必须做出选择。哎呀妈呀，这刀子比以往收回来的更早一些。阿加莎趁乱再次攻击旺达，为了保护家人，旺达的魔力被吸走了一半。屋漏偏逢雨夹雪，天剑局部队也在此时赶到。阿加莎、白幻视、天剑局将旺达一家人重重包围。幻视再次和白幻视扭打在一起，得知白幻视收到的命令是杀掉幻视。幻视乐坏了，这大聪明脑子果然不好使，你的记忆都保存在这具身体里，只不过被大聪明封存，因为他需要的是一具听话的武器。恢复记忆的白幻视并没有上演姬无命我杀了我自己的骚操作，而是冲天而起，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另一边，天剑局士兵切身体会到什么叫神仙打架，凡人遭殃，他们就像傅林义的鹰一样无助，光是汤米和比利这俩学龄前儿童就够他们喝一壶了。可孩子们毕竟对敌经验不足，没地方大聪明暗示冷枪。关键时刻，小黑及时出现，用身躯挡住了子弹。这就是小黑获得的超能力，能够将肉体转化成电磁波。这能力太他妈的 bug 了，以后出门是不是就不用带充电宝了？大聪明机智的脑瓜一转，想开车撞死他们，没想到有个人和他想到一块儿去了。次要战场接连告捷，但真正能决定这人命运的，还是旺达和阿加莎的魔法大战。旺达终于想起自己还有心灵控制，也让阿加莎享受了一回钢铁侠同等待遇。转眼间，他们回到了女巫审判当晚，那些被阿加莎吸干的女巫们纷纷站了起来。我怕了，我装的。形势瞬间逆转，女巫们将旺达包围，绑在了木桩上。旺达毕竟没有接受过系统训练，哪里是苦修几百年的阿加莎的对手？幻术当场被破。阿加莎承诺，只要旺达把混沌魔法能量送给自己，他就会保证让旺达一家永远在西井镇幸福的生活下去。旺达似乎被说服了，拦住了赶来帮忙的幻视，开始朝阿加莎不断的释放能量。他对魔力的掌控也越来越弱，甚至有些攻击都打偏了，轰在了屏障之上。最终，旺达被阿加莎彻底吸干，成了一具干枯的躯壳，距离彻底消散只剩最后一击。这是阿加莎离成功最近的一刻，却也是最远的一刻。他发现自己就像是没了气的打火机，连一点火花都放不出来。原本悬停在空中的旺达却慢慢恢复了生气。旺达确实没经过系统的巫术训练，但他是个天才，仅仅是在地下室看了几眼，他就记住了那个咒文的使用方法。而那些看似打空的法术攻击，其实是在屏障上刻画咒文。现在整个西井镇只有他能使用魔法。
旺达头上显现出绯红女巫的冠冕，阿加莎成了她加冕的最后一块垫脚石。终其一生积累的魔力，只是为他人做嫁衣。至于如何处置阿加莎，旺达早就想好了。既然他这么爱演戏，那就让他演个够。在凄惨的哀嚎声中，阿加莎被旺达变回了好邻居艾格尼斯，封印在了西井镇。大战尘埃落定，一切也将回归正轨。旺达决定撤去屏障，回归现实。这场梦做得太久，也该醒了。随着屏障收缩，西井镇也变回了原来的模样。旺达一家人回到家里，就像世界上最普通的家庭一样，结束繁忙的一天。作为父母，旺达和幻视为孩子们骄傲，孩子们进入了梦乡。这一觉会很漫长，但总会有再见的一天。最后一点时间，旺达和幻视想留给自己。屏障逐渐靠近，离别之时也近在眼前，恋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在消散之前，幻视只想知道一件事：对于旺达而言，它到底是什么？旺达承认，眼前的幻视是他用心灵宝石留在自己体内的碎片幻化而成。旺达独自站在空荡荡的地基上，这段时间就像是一场美梦，但他对西井镇居民的伤害却是真实的。旺达向小黑告别，化作绯红女巫飞向远方。老吴带领 FBI 赶到现场收拾残局，大聪明被捉拿归案。一位女探员将小黑带到了电影院，说是有一位他妈妈的老朋友想要见见他。下一秒，他的脸就鬼畜了起来。这位探员居然是斯克鲁人假扮的，而那位老朋友想必就是马尔法克侠尼克弗瑞了。不出意外的话，蜕变为超级英雄光谱的小黑将会在剧组主演的美剧《秘密入侵》和大电影《惊奇队长2》中大放异彩。毕竟这可是一位黑人女英雄，相信将来的戏份肯定少不了。而旺达在离开西影镇之后，来到森林深处隐居了起来，看似闲云野鹤，其实就是在翻看从阿加莎那里抢来的黑暗神书。莫非才能在后续的故事里彻底黑化？旺达为啥要看这本书？有3种猜测。第一，好学，她毕竟不是科班女巫出身，所以现在需要系统的补一下课。第二，这本黑暗神书据阿加莎所说是上古之神撰写，这个上古之神有可能是原著漫画中的作者冥神西索恩，也有可能是大家总提起的地狱领主墨菲斯托。总之会是漫威宇宙魔法世界的下一个大 boss。大 boss 在这本书里下了诅咒，只要得到他的人都会被蛊惑黑化，旺达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个阿加莎。第三，旺达只是想在这本书里找到复活自己2个儿子的方法，刚好就被曾经得到过这本书的墨菲斯托利用蛊惑。因为在原著漫画里，旺达的双胞胎儿子就是用墨菲斯托的2个灵魂碎片做出来的。无论如何，这个彩蛋都在暗示旺达的故事远远没有结束。我们期待在后续的剧集或者电影中看到他们一家4口再次团聚。咱们下期不见不散，拜了个拜。